問你個問題：一個人見過世面的最高境界究竟是什麼呢？你身邊有沒有這樣一類人？他們看似毫無攻擊性，可你卻能真切感受到他們的厲害之處。與他們相處，更是會讓你如沐春風，倍感舒適。這才是真正見過世面的認知高手。道德經用“和光同塵”這個詞，精準地描繪出了這類人的境界。這絕非是要我們同流合污、渾渾噩噩地過日子，而是一種頂級的智慧與修行。要達到這一境界，需歷經4個階段的修煉，即挫其銳、解其紛、和其光、同其塵。第一步，挫其銳，學會收起你的聰慧。這世間容不下太過通透之人。聰明的人能洞悉事物本質，本是優勢。然而，正如《道德經》所講，大方無餘，大器免成。真正的聰明人往往越低調，生活越順遂。過於張揚的聰明容易遭人孤立，因為多數人害怕被他人看穿。一旦你展現出高於他人的境界，別人便會對你心生排斥，這是人性使然。即便他們知道你所言正確，也不會心生崇敬，反而會對你懷有微妙的敵意。畢竟無人願意被戳穿，承認自己仿佛生活在楚門的世界之中。就如楊修之死，他每次都能精準識破曹操的心思，犯了君主的大忌，卻不知收斂，最終招來殺身之禍。《西遊記》裡悟空被趕下山，亦是如此。他悟性高且行事高調，不知收斂，為天地所不容。菩提祖師趕他下山，實則是為了挫他的銳氣，這也是另一種保護。所以挫其銳就是磨去自身鋒芒，留些認知上的餘地，讓他人能走進你的世界。這並非退縮，而是一種更為高明的生存策略。當你不再急於展現自己，別人反倒會覺得你深藏不露，底蘊深厚。高手的第一步，便是將自己打磨成鈍角，而非銳利的尖角。你不去刺痛別人，別人自然不會視你為威脅。你主動放低姿態，如同張良為黃石公剪鞋那般，別人也就不會將你當作攻擊的目標。不過，僅僅收斂鋒芒只是第一步，時間久了，你的神秘感會逐漸消逝。在別人眼中，你的親和力或許會被誤解為沒有實力，這就引出了第二步修煉。第二步，解其紛，即洞察他人的需求與困境，並具備幫其理順的能力。說白了，就是要學會換位思考。無論是做生意還是日常社交，本質上都是價值的博弈。你越能察覺別人的需求，在人際關係處理上就越順暢。比如你和朋友逛街，你餓了，卻不好意思說，路過一家餐廳時不自覺地往裡面看。這時，如果朋友直接帶你去餐廳吃飯，你定會覺得他特別懂你。偶爾一次或許是巧合，但若是2次、3次，那就說明他確實能洞察你的需求。當然，看到別人的困惑甚至錯誤，不意味着你要當眾點名，看破不說破，這是一種慈悲，心裡明白就好。話到嘴邊留3分，畢竟禍從口出。曾聽過一句話叫緊睜眼，慢張嘴，意思就是要多看多聽少說。解其紛還有更高一層境界，在於破相，也就是破除對表象的執着。要明白，所有關於好壞對錯的評判，都是基於不同立場與利益的，根本無法統一。所以從現在起，遇到人或事，只需記住，不與愚人爭論對錯，只與智者探討利益。要達到解其紛的換位思考，可從體會這4種境界入手。把自己當成別人，這叫無我；把別人當成自己，這叫慈悲；把別人當成別人，這叫智慧；把自己當成自己，這叫自在。簡單來講，無我是站在對方立場思考，能做到這點，
就能解決人際關係中80%的問題。慈悲是將別人的痛苦感同身受，無條件幫助對方擺脫困境，如此，對方定會對你無比信任。智慧是尊重和理解別人，即便有些事你看不慣，但別人覺得正常，就不要用自己的價值觀去要求別人。最後，自在是不要活在別人的評價裡，總是在意別人的看法。我們要先傾聽自己內心的聲音。這4大境界本質上都是幫助我們跳出自我視角，更好地解其分。第3步，和其光。通俗來講，就是讓他人發光，成就他人的價值。每個人都渴望成為人群中的焦點，希望自己的長處得以展現。聰明的人懂得創造空間，讓別人發揮價值，綻放光芒。就像廉頗與藺相如的故事，藺相如就是個通透聰慧之人。面對廉頗的挑釁，他先是挫其銳。廉頗找茬，他一退再退，不與之正面衝突，接着解其分，通過門客告知廉頗。兩人若內鬥，秦國便會得利，幫廉頗理清了國家利益的大局。最後做到和其光，讓廉頗明白，他的光芒應在戰場上閃耀，而非浪費在與自己爭地位這種瑣事上。結果呢，廉頗恍然大悟，負荊請罪。藺相如用自己的包容成就了廉頗的光芒，也維護了趙國的安穩，這才是高手所為。但要避開一個誤區，和其光並非廉價的討好或溜須拍馬。若誇獎並非發自內心，反而容易讓人覺得虛偽。真正的和其光是看到別人的價值，並助力其發揮價值。人只有在付出與被需要時，才能獲得最大的滿足感。第4步，同其塵。塵指塵土凡俗，同其塵就是要放下關於高低貴賤的分別心，不帶偏見地融入他人的世界，尊重每一種愛好與生活方式。這世上，鄙視鏈無處不在，聽古典音樂的，看不起聽流行音樂的，看話劇的，瞧不上看二人轉的。我們常常覺得自己的愛好高雅，別人的就低俗，但真正的高手沒有這種分別心。他們明白，所謂的高雅與通俗是相對的，而且風水輪流轉。今天你覺得土氣的東西，或許明年就成了復古潮流。他們尊重的並非愛好本身，而是當別人沉醉於熱愛的事物時所散發的光和熱。就像電影《心靈奇旅》裡說的，每個靈魂來到世上都需要一個火花，而這個火花就是一份熱愛。由此可見，挫其銳，解其分，和其光，同其塵，實則是一個不斷去我的過程。挫其銳，去掉的是好勝的我；解其分，放下的是自我的視角以理解他人；和其光，放下的是自私的我，去成就他人；同其塵，放下的是傲慢的我，去擁抱眾生。當你一步步完成這4個階段，你會發現自己不再執着於我的對錯，我的得失。當我們放下執念，也就獲得了自由。所謂和光同塵，不是讓我們變得暗淡，而是成為光本身。你可以照亮自己，也可以溫暖別人，可以融入任何一束光，也可以接納任何一粒塵。這或許才是一個人見過世面後最通透也最溫柔的境界吧。在這裡，誠摯推薦大家到我的櫥窗研讀《道德經》。《道德經》作為中國古代哲學的瑰寶，蘊含着無盡的人生智慧。它不僅能幫助我們在複雜的人際關係中找到方向，學會為人處事的技巧，更能引領我們探索內心世界，實現自我成長與心靈的升華。通過研讀《道德經》，你將汲取古人的智慧精華，以更加豁達、通透的心態面對生活中的種種挑戰，讓自己的人生境界得到質的提升。好，今天的內容就分享到這裡，點讚關注逸軒，我們下期見。